Non respect de l'arrêt au feu rouge ou au stop. Article R412-30 et R415-6。男人刚把车还没停稳就被人撞了，不但如此，对方甚至连头都没回。男人愤怒地开车去追，结果差点被爆了头。就算车要散架了，他却仍没有放弃。可下一秒，前面却丢来一袋不明液体。然而，这其实都是误会。这位貌似很眼熟的大神叫做唐尼。这天周末，一家人准备外出旅游。唐尼的父亲因为刚失恋，所以也想强行加入，但妻子对于这个活宝的到来极其不满。这还没出发，老爷子就给3卷卫生纸干净了马桶，然后一把拽断水阀把手，再给马桶糊上2层毛巾，盖上盖，走人，漂亮。众人上车准备出发。唐尼刚吹嘘完新买的智能车有多厉害，下一刻安全带就拔不出来了。好不容易钻出来的唐尼回到家，找到儿子的捕鱼枪，正要走时，听见家里有动静，随即找准时机扣下扳机。这一枪差点给偷吃的老爹直接送走。几经辗转，这一家人终于是上了路，到了第一个服务区。唐尼一家去买食品，老爷子负责加油。这时，一个杀马特茫然地走来，说自己上个厕所的功夫，自己老妈就把自己忘了，加完油就开车走了，手机行李全都在车里。老爷子给他手机，让他给母亲打电话。姑娘一脸无奈，说自己记不住母亲的号码，也记不住自己的号码。老爷子一听直接乐了，原来你也是个智障。随即就让姑娘上了车，众人继续上路。老爷子倒掉饮料，灌上白酒，就这么小小的嘬一口。于是开始思念他那60来岁的前女友。唐尼为了缓解尴尬，开始展示新车的定速巡航功能。他将车速定在了每小时130公里。至此，这台红色的美杜莎旅行车正式开启了他的收割之旅。刚设定好的定速巡航界面上就出现了死亡圆圈。意识到不妙的唐尼试图关闭巡航，但界面毫无反应，想通过刹车来减缓车速，制动系统也没有效果。强装镇定的唐尼只能不停地超车，不停地变道。唐尼叫妻子翻看说明书找方法，按照提示，唐尼将车直接挂到了空档，结果没啥用。这时，老爷子提出了一个妙招，他叫唐尼试试踩油门，看是否能重新激活系统。唐尼一脚干到了140，老爷子说多来几下，唐尼连续几脚，车速直接干到160，但依然没有激活。小妙招很有成效，车子竟然跑得更快了。这时车前出现了双车并排，唐尼无奈开进变道，而此时画面一转，一棵小树正在摇动，从摇晃的剧烈程度可以看出，应该活不到来年开春。2名交警刚从小树林里出来，就看见托尼的车飞了过去，交警直接追了上去。此时一个宝马哥刚好打上，看着远去的车影，宝马哥一脸懵逼。宝马哥艰难地从蒙圈中找回了自己，我靠，无情！将车门放入后座，开始夺命追击。唐尼依旧在公路上玩命穿梭，老爷子则钻到驾驶位研究线路。这时警察追了上来，妻子让儿子将写有 SOS 的报纸放在了车窗，但车流密集，警察无法并行。儿子打开车窗想要递给警察，但报纸直接拍在了警察脸上，一顿狂抓，好不容易将其扔掉，报纸又稳稳地糊在了追上来的宝马上。宝马哥紧急停车，这下给宝马哥气的。这时另一位警察停在了车前，警察表示别人开车最多是敞篷，这敞门的倒是挺罕见的。宝马哥并未理会，一个加速继续追赶。这边的警察得知了情况，紧急呼喊同事，叫他不要理会宝马哥，赶紧过来帮忙。研究半天线路的老爷子钻了出来，还顺带扯出了车子的保险线路。这让本就无法控制车速的唐尼雪上加霜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众人看到了前方5公里进入收费站的牌子，开路的警察紧急联系总部，让队长疏散收费站的车辆。一顿操作之后，唐尼一家以160迈的时速冲向收费站，谁知警长也是个智障，直接搞错了方向。唐尼情急之下撞开护栏，从对向收费站冲了过去。这时后面追击的宝马哥一路火花带闪电，沿着唐尼的路线追了过来。由于线路被毁，唐尼的座椅被加热到了40度，想刮下鸟屎，雨刮器也被直接吹飞。无奈唐尼顶风开车，老爷子则上演人工雨刷。一个不小心，老爷子差点随风而去。接着唐尼因为屁股加热太久导致全身抽筋，车子直接开上了护栏，没办法只能老爷子开车。老爷子刚坐上火炕，一只蜜蜂就飞进了车里，老爷子吓得开始漂移。唐尼脱下鞋子准备将其拍死，
一斜下去，弹开的气囊差点让唐尼飞起，调皮的蜜蜂又飞了出来，钻进了后面宝马哥的耳朵里。宝马哥直接追尾，头上撞出一个巨包，但是宝马哥依旧坚挺，他锤碎了玻璃，迎着风继续追。这边唐尼已经给车的前台干得稀碎，能拔的线全拔了，但车速依旧不减。唐尼给 4S 店打电话求救，4S 店老板却表示别着急，我们的车就是这么出其不意，店里的车开门都要用上电锯。唐尼怒火中烧，这时老爷子却突发尿急，随即将人体鲜皮释放到了塑料袋中。唐尼随手一扔，追上来的宝马哥照单全收，仔细这么一品，愤怒的宝马哥都要哭了，他带上了透明桶，油门踩进了油箱，誓死今天都要报仇。这时路牌显示前方60公里堵车，众人孤注一掷，准备踩死刹车，一脚下去，刹车踏板直接干断，抓狂的唐尼直接将其扔了出去，警察躲闪不及，翻车倒地。宝马哥终于是追了上来，两车随即开始互对。几回合后，唐尼的儿子一枪射中了宝马哥的大腿，这直接造成了宝马哥的第2次追尾。眼看就要到堵车地点，警察开车追了上来，他顶住后车强行制动，但很快前车的轮胎就要磨爆，无奈只能用空中接力先把孩子们救出。随后救援直升机赶到，从天窗就出了怀孕的妻子，但所剩时间无几，救援队套住了车顶，一场空中飞车化解了危机。唐尼与老爷子兴奋的一顿狂喊，但下一秒，这一惊吓，妻子就要临盆，但最终孩子成功生下，一家6口加一个杀马特，安然无恙地走出医院。而此时的宝马哥满身残疾，众人在宝马哥的追赶下坐上智能电梯，而就在他们谈笑时，智能电梯突然断电。至此电影结束，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，演绎的却是一次智能汽车的生死时速。人工智能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不少便利，但不管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，再完美的载具都不能丢掉那把救命的机械钥匙。在生活中，这种发生意外的事情并不少见，在此还要警示一下各位，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然下一个上新闻的很有可能就是自己了。那么荧幕前的你又遇到过那些令你头疼的人工智能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最后带给大家一句话：一路不顺风，努力会成功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